朋友们，转眼间8月都已经过了一大半，但最近大象一直在追踪的几个事件，却一直没有一个合理化的结果。但就这些案件对外所呈现的状态来看，就很难评。好吧，这已经不是让人接不接受的问题了，用离奇都不足以概括民众对这些事件的感慨，就还必须加上离大谱，才能让人觉得稍微的缓下一口气。比如说2024年5月发生于新北市三重区的一起3尸命案，张姓男子仅仅是因为欠了岳母40万新台币，与妻子发生口角后，徒手将其掐死。次日凌晨，继续将岳母弄死，在屋里待了一天，于当天晚上又把3岁大继子徒手掐。朋友们，就很无语的是，当警察问及你为何要将祖孙3人杀害后，还在屋里待了1周，他给远警的答案居然是我在思考我未来的人生。法官会给张姓男子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尚且不知。但同样是发生于新北市三重区的另一起3尸命案的另一位廖姓女婿，狠起来连自己都没有放过。他先是将刚刚喂完6个月大男婴的妻子身亡后，带着6个月大的亲儿子开车去往阳明山马槽桥双亡。这个事件就更难评的是，去年才刚刚结婚的廖姓女婿今年喜得贵子，事发当天上午还和岳母有说有笑的谈家论长，结果晚上就毁天灭地的结果了。自己一家3口，包括他自己，原因为何还真的是一言难评。另外，发生于上个月16号泰国知名涉外酒店君悦酒店的密室6人命案，也是处处透着一股诡异。泰国警察给出的初步结论是，6人中的一个越南裔美国人是这起密室命案的罪魁祸首。他不仅投毒了其他5人，最后也没有放过他自己。就很难评的是，这5个人当中还有一名他从越南带来的男性化妆师。今天的离大谱很难评事件，我们还将一起关注发生于日本的一个离谱事件。稍有名气的一个小明星居然潜入一位女子居住的公寓，在公寓的衣柜里寻找女子穿过的内衣。朋友们注意哈，穿过才是重点。被当场抓获后，在场的女子形容说，乌漆抹黑的房间里看到自己的内衣被嫌疑人捧在手心里，就很难评。当然后面这句是大象说的，这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离大谱很难评的事件？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节目一开始，让我们一起把目光锁定到新北市三重区的2起3尸命案。对比2起相隔不到2个月的命案，除了都事发于新北市三重区以外，犯案的男人都是寄居于丈母娘家的女婿，就很离谱。巧合的是，2家的丈母娘经济状况都还不错，女婿们都在失业状态，都有受到丈母娘的经济金援。当然，这里所谓的金援，其实就是啃老，啃的还不是自己的二老，是妻子娘家的老人。而2起命案又有着明显的不同。5月发生的3尸命案，亡故的是祖孙3代，包括丈母娘本人；而7月发生的人间惨剧，亡故的则是廖男一家3口，包括他自己。根据已经曝光的案件情节来看，前者夫妻关系似乎不佳，而后者直到妻子遇害，其脸书上还在猛赞其夫高大威猛，不需要刻意打扮就很帅。2024年5月10日中午，新北市三重区的远警接到一位陈姓女子的报警。陈女说自己已经有1周的时间联络不到自己的妈妈和妹妹了，一起消失的还有自己3岁大的外甥。其实说是联络不到家人，倒也不全对，因为妈妈和妹妹的手机信息是有人回的，但就是不给视讯，只要自己打了视讯电话，对面就会挂断电话，不是说摄像头坏了，就是收声的机件坏掉了。陈女实在是不放心妈妈和妹妹的安危，所以当天中午返回娘家一探究竟。但未曾想的是，自己隔着妈妈家的房门就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恶臭味，且房门也被人反锁，不安之感向陈女猛袭。陈女立即报警，在3重远警的帮助下，陈女和远警们在妹妹的卧室内发现了68岁母亲刘女士、29岁妹妹陈女士以及妹妹3岁大儿子的尸体，且3具尸体都被厚厚的棉被包裹覆盖。现场法医初步研判死亡时间超过1周。3重侦查队队长翁启元明确表示，3名死者均是卧倒于妹妹的卧室中，且消防和刑侦人员进门前，现场门锁遭人反锁。由于现场门锁无破坏痕迹，也无侵入痕迹，
死者身上也无刀伤。翁队长分析是熟人所为，但是否为他杀仍需要进一步调查厘清。但据报案人刘女士的口供，似乎是意有所指的将案情指向了自己那位自事发后就一直未曾露面，但一直和母亲及妹妹住在一起的妹夫。刘女士明言，4月份的时候曾和妈妈外出逛街，但发现妈妈的手机上经常会有一些催款讯息，且信息的内容都会写有妹婿的姓名，因此刘女士怀疑妹婿是不是借用了妈妈的身份作保，并跑去借钱。后经刘母确认后，并得知妹妹还曾帮妹婿张楠向母亲借款40万新台币。新北市警察局3重分局立成专案组鹰眼小组，对已经下落不明的张楠实施侦查。员警们调阅多路监控，发现嫌疑人在离开3重家门前往板桥车站搭车期间都抱着一只黄色小狗，相当显眼。警方透露，靠监控器找人相当困难，这只小狗反而成为破案关键之一。根据中时新闻当时的报道，嫌疑人落网时抱着一只博美犬，画面格外突兀。后经3重警方确认，这只博美是由被杀害的63岁刘姓母亲所饲。关于为什么杀了3个人之后还要带着狗狗亡命天涯的疑问，曾一度引爆网络，但张楠对此一直三缄其口，至今仍然是个谜团。多家媒体确认，张楠与陈女结婚不到2年，他自己没有工作不说，还欠了一屁股的赌债。3重警方也证实，张楠犯案时还是个诈欺通缉犯，而年长他6岁的妻子是家中唯一经济来源。张楠向3重警方交代，因为缺钱，5月1日凌晨在房间与妻子爆发口角后，徒手将其掐。5月2日凌晨，张楠又到隔壁房间找岳母争执欠他的40万元，愤而又掐岳母。已经走火入魔的张楠守着没有血缘关系的3岁继子1天后，又于当天晚间将继子掐。办案员警问及为何要在杀人后还在家里待了接近1周的时间才搭车离开，期间又为何请人来家中清理客厅鱼缸里已经发烂发臭的死鱼，张楠的回答非常让人意外。我想要好好思考一下我未来的人生。张楠觉得已经将3人集中到卧室，并用棉被捂住，一时半会应该不会有气味出来。5月5日当天请人清理死鱼，也是想掩人耳目，混淆视听。值得一提的是，张楠被抓捕的5月12日是2024年的母亲节，但当张楠的母亲听闻儿子因杀害岳母及妻儿被捕后，真不知张母又会作何感想。对比这起3尸命案，我们暂且还能知道张楠似是因为金钱的原因与家人冲突起祸，但接下来要讲的这起42岁廖楠事件就让人真的实在难评，疑点重重。依据媒体已经曝光的信息显示，42岁廖楠与43岁刘女原本都在台北市南港软件工业园区的不同科技公司上班，男生是业务，女生当会计。去年3月结婚，刘女因怀孕害喜辞职，刘楠去年11月也离职，今年1月生下儿子。夫妻俩没有工作收入，开销都靠父母金援，一起住在刘女72岁郑姓母亲名下，位于3重区三河路3段巷内旧公寓，大约不到20平的老房子里，全家4口人，3个大人都无业。依据3重警方调查的结果来看，刘女是在2024年7月9日中午12点在家喂完奶后，疑似12时50分惨遭廖楠用家中的料理尖刀身亡。命案现场和凶刀都被清理过。廖楠下午1点左右开车短暂出门，又折返，抱起儿子再度离家，直接开车上了阳明山。下午3点左右停在马槽桥下草丛边，之后抱着儿子下车徘徊近1个小时，又回到车内。郑姓岳母下午5时返家，发现女儿惨死，立即报案。警方于晚间7点找到车廖楠驾驶的汽车，看见廖楠坐在驾驶座，上半身倒向右前座，男婴则在右前座椅上，父子俩静止不动。对于外界所传的夫妻2人因感情不和以及经济方面的压力，加之孩子养育方面的问题，致使廖楠才走向极端。而对此说法很快被刘姓死者的母亲否认。刘母表示，夫妻2个的感情一直很好，极少会有争执吵架，事前完全没有任何征兆或预警，且双方家长经济条件都不差，都会在生活上帮衬夫妻2人，一家老小并不觉得有经济方面的压力。刘某还说，事发当日上午9点，自己准备去中途之家喂猫，还遇到了女婿自外返家，2人还互相打了招呼，闲聊了几句家常。万万没有想到，下午5点回家后，竟然看到女儿倒在了血泊之中。
至于廖楠为什么要杀了刚刚为自己诞下灵儿的妻子，又为何杀妻后抱走自己的亲生子，并极端寻了短见，估计三重警方此时也还是一头雾水。要不然7月中的案件已经过去1个月的时间，时至今日仍然是杳无音讯。但热心网友顺藤摸瓜的在刘女的脸书上发现，就在事发当天的前一日，也就是2024年7月8日下午5点左右，刘女还曾欢欣写下，比如我老公穿什么都好看，不需要太打扮，这大概是她唯一的优点，大赞老公身材高挑，甚至在过往的脸书抛文称，唯有满眼都是你的人才配得上你全部的爱，年龄何干，有过婚史又何妨。一指廖楠曾有过一段婚史。三重区的2起3尸案还未有所结果，泰国曼谷豪华酒店的一间被反锁的套房内又发现了6具尸体。就很离谱的是，曼谷警方到达事发现场后发现，事发的房间简直就是一个密室杀人案的情景再现。被反锁的房间，6具没有任何外伤的尸体，以及毫无外来力量侵入的现场，更有神秘的中文字条、惊爆与手机相册。就更离谱的是，所有涉案的6具尸体，3男3女全都是越南裔公民，其中56岁的庄雪玲和55岁的邓洪文是越南裔美国公民。根据曼谷邮报的报道，7月16日，泰国警方接报，曼谷君悦酒店5个房间的住客人间蒸发，原定在15号退房的他们迟迟没有出现。在警察破门而入之前，酒店对5楼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没人听到尖叫声，也没人打电话求助，甚至没人走到门口。根据曼谷警方给出的调查结果，涉事的502号房间里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甚至摆满餐桌的午餐也没有被食用过的痕迹。随后，曼谷警察很快从6人入住酒店的信息表里查到了房内客人的信息，其中来自越南的4名受害者分别是46岁的阮世芳和她49岁的丈夫范洪成，为了便于记忆，我们称之为1号夫妻。其次是一位47岁的调解人阮世芳兰，以及37岁的私人化妆师陈廷富。另外2位就是前面提到的越南裔美国公民庄雪玲和邓洪文。曼谷警察局局长弟弟萨恩萨旺表示，死者于7月13日和14日分批入住爱侣湾君悦酒店5个房间，其中4间位于7楼，剩余1间在5楼。酒店的监控画面显示，7月14日当天住在7楼房间的其他客人都曾到住在5楼502的庄雪玲的套房内看望过她，但当晚7楼的客人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似乎这伙人因什么事情在谈判，但很明显这次谈判没能成功。1号夫妻当天就计划于次日，也就是7月15日离开泰国返回越南。但就很诡异的是，7月15日下午1点57分，客房服务员根据庄雪玲的指示，将其所点食物送进502房后，7分钟不到的时间里，7楼的5名客人相继拖着行李箱走进了502室。很明显，7楼的客人似乎是打算集体退房离开酒店，而庄雪玲又不知用了什么理由留住了这5人，到她的房间里做最后一谈。根据事发后涉事酒店当班服务502室客人的服务员回忆，当时庄雪玲拒绝了服务员为一行人泡茶的提议，并让服务员退了出去。服务员当时就发现502的庄雪玲话很少，而且能够明显感觉到她的压力很大，很焦虑。当天下午2点17分左右，庄雪玲连同7楼的5位客人一起出现在502房间的门外的监控画面里，之后502的房门才被关上。自此502房间里再无动静。由于7楼的客人原定于7月15日退房离店，但始终没有动静，房间里的电话也都一直无人接听。君悦酒店的安保顿感不妙，报警后，曼谷警方于7月16日下午4点30分破门进入，发现6人已经全部倒在了地板上。曼谷警方对外公布的消息证实，现场痕迹表明有2名死者曾试图接近房门求救，但在到达之前轰然倒下。根据2024年7月17日曼谷警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内容披露，6具尸体有4具是在客厅，另外2具是在卧室发现的。同时，现场的法医专家取证后确认，一个疑似含有大量氰化物的茶包在保温瓶中被发现，现场6人用过的杯子里也同样发现了氰化物的痕迹。根据曼谷警方的侦查结论，他们相信这是一起密室预谋性杀人事件，现场没有第7个人出入的痕迹，相信杀人嫌犯就是6人中的一个。氰化物溶于水后无味，
因此喝下去不会察觉。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医学院对6具尸体的血液样本初步排查的结果也证实均发现了氰化物。该学院法医系主任孔基亚特·冯帕伊萨恩辛也证实，死者的嘴唇和指甲变成深紫色，这是死前缺氧的迹象。氰化物会切断他们心脏和神经系统细胞的氧气供应，而他们的内脏呈血红色，这也是氰化物中毒的表象。泰国警方推测集体自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其中一些人已经安排好了行程的后续安排，比如导游或司机。另外，2位越南裔美国人的尸体位于酒店的卧室内，表明他们并非是与其他4人一起服毒并等待死亡。因此，泰警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毒杀案，尽管杀人者很可能就是他们中的其中一人。那么问题来了，杀人者到底是6人中的哪个人？为什么受害的是另外的那5位？这6个人又是因何聚到了异国他乡的泰兰德？一位熟悉庄雪玲的越南人告诉媒体，庄雪玲在越南经常以可靠的美国女商人而自居，并以此为资本邀请越南商界人士与她一起投资。在7月17日曼谷警方的新闻发布会上，曼谷警察局副局长诺帕辛彭萨瓦就曾强调，这次密室杀人案与住在502室的庄雪玲女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艾美考苏德英文报的报道指出，1号夫妻在越南经营一家路桥公司，庄雪玲曾通过中间人阮氏芳兰说服范洪成夫妇投资1000万泰铢，用于在日本建造一所医院。但由于项目迟迟未有进展，千万投资杳无音讯。于是1号夫妻严重怀疑庄雪玲试图欺骗了他们，侵吞了他们的财产，并打算对其发起诉讼。案件原定于几周后在日本开庭。也就在这个时候，庄雪玲主动找到了1号夫妻，并要求面谈。最初的计划，他们原本是打算前往日本，但由于庄雪玲签证的问题，他们才将会面地点改到曼谷。另外，庄雪玲与同样是越南裔美国籍的邓洪文，也就是和他一起在卧室里被警方发现的那位，以及来自越南的化妆师陈廷富一起飞到曼谷。为此，庄雪玲还特别邀请了调解人阮氏芳兰前来担任此次调解事务的调解人。只是这3个人未曾想，自己却成了黄泉路上的陪跑人。泰国警方对外发布的消息声称，由于7月15日一行6人与502房间谈判失败，庄雪玲自知无力偿还1号夫妻的投资款，于是在茶水中投下了氰化物。同时，泰国警方确认，在庄雪玲的手机里确实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中文字条，字条的内容与金钱息息相关。这个字条是否与命案有关，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确认。本案中另一个让泰越2国民众颇感兴趣的死者，就是与庄雪玲一同飞往泰国的化妆师陈廷富。有媒体说，化妆师是越南颇有知名度的美妆达人，此次是应庄雪玲的邀请前来为她化妆。也有越南媒体洞悉说，陈廷富其实是庄雪玲包养的单次陪玩，有去无回的命运早在越南出发前就已经被庄雪玲计划好了。这个说法或许真的未必是空穴来风。事发后，陈廷富的母亲曾对媒体说，儿子说过这位美国客人付给他的报酬很高，而且非常挑剔，甚至还咨询了风水大师来评估他是否适合当他的化妆师。在陈廷富为庄雪玲工作的这1年来，陈需要经常陪着庄飞往曼谷与香港等地，每次服务庄都会向陈支付5000美元。陈廷富曾对朋友说，庄是位特殊的客户，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当中，最后案情是不是会像日本的那起案件一样出现大反转，我们还无法断言。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虽然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小道消息跑出来说是密室真相，但似乎庄雪玲为财密谋的说法已然早就被泰国警方板上钉钉。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起发生于日本东京的离大谱事件。朋友们，怎么说呢？确实就很难评。日本东京警视厅八王子站在2024年8月6日以涉嫌入室盗窃罪逮捕了一名日本较有知名度37岁的前演员田木义。原因是田木义于8月2日晚间通过窗子闯进了一名自己并不认识的女子居住的公寓。根据报案女子对东京警察的供词显示，当时自己和男友外出游玩，回家后发现自己家里的衣橱旁边蹲着一个男人，当时自己的内衣就捧在他的手心里，该男子正对着内衣在做着
动作。朋友们呢，就很难评啊。试想一下，一个女生大晚上的回到家，发现一个陌生的男人拿着自己的内衣蹲在黑漆漆自己的家里，做着不可描述的动作，这是要有多吓人啊！幸好当时还有她的男朋友陪着自己。话说回来，这位被东京警方逮捕的田木易还真不是什么好鸟。早在2年前，他就曾在福冈演出猫时，就曾因闯入福冈县一栋公寓楼内3名女性的房间里偷走了她们的内衣而被捕。当时他就被剧团解雇，并被判处2年0.6个月的监禁，缓刑3年。他还曾在自己的社媒中写道：我最初进入娱乐圈的原因是因为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陪伴大家，但我对自己的行为带给他们如此的伤害，我自己都感到震惊。在我被拘留期间，我真的每天都在悔过，我发誓要改过自新。但就很难评的是，这还在缓刑期间，他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擅自闯入他人的房间，并伸手去拿了他人的内衣。根据东京警方的说法，田木易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为何会做出如此毁己名节之事？田木易给出的说法就真的是验惊四座了。他说，偷偷溜进他人的房间，感受到强烈的紧张刺激感，这是让他无法拒绝的根源。公开资料显示，田木易长期在海外从事芭蕾舞演员工作，回国后主要担任舞台剧的演员，主要出演音乐剧。因出演《北极星之拳》，及与米仓凉子和白田优共同出演《Showtime》以及4季剧团的猫而广受欢迎。只是这一次的神经操作是不是给了自己强烈的刺激感，不太好说。但估计东京都新宿歌舞伎町又多了一位种子选手，这应该是被有所期望的啊。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